嘿，大家伙早喽！8月12号星期一，新的一周。但是日本这边放假了，我不放假。他们今天是节日，然后明天、后天工作2天，然后这是他们每年最大的一个节，盂兰盆节，然后一直再休息3、4，不对，4、5、6日。好像是，也就是说，这周如果周2、周3请假，就可以从前天就是周6一直休息到下周1。今天还有小伙伴约说，要不要去从这边跑到生驹山上30公里？我说不行啊，我说我不放假呀，周1早晨很忙的。今天出来特别早，现在刚刚5点17，已经跑了6公里多了，4点40出来的。又来大阪马拉松最后几公里这儿绕一圈，再去大阪城。今天还有小伙伴想偶遇。周末的马拉松惊心动魄，激动人心，是不是？今天特意穿了这件衣服。一代人过去也就过去了，对不对？咱们一会儿聊聊好吗？那天完了也祝贺了会长。这次比赛在赛前其实我有过预测，在家里我说的比较多，但是在节目里好些时候因为很多涉及到横向比较，我不是怕我说完错了，而是怎么样都不太好说。但是我可以跟大家讲，关键人物的不能说最后具体的名次，就是他这场比赛会是什么样，基本上跟我预想的没什么大区别。咱们先说像吉普乔格、贝克勒这样的，或者大破节，这个我想我怎么说应该都可以。我觉得他们3个人都不是夺冠，甚至都不会跑出太好的成绩或者太好的名次。因为客观的说，就是虽然马拉松是个不是那么要求年龄的项目，但是也一样，就人上了年纪以后，就会有好多运动机能下降之外的其他的连带的东西。你们看，通过那天的比赛，能看到大破节其实还好，像贝克勒和吉普乔格明显的已经不是年轻人或者不是小伙子那个身材了。他们肯定是很在意自己的生活，有训练营，有团队，对吧？也懂得该怎么控制自己的身体。但是为什么做不到呢？那就是因为有的时候，就拿我自己举例子啊。2019年我在新加坡，那时候我34岁，那时候我觉得就控制2顿就瘦下来了，多吃2顿呢也胖不起来，就是会长一点，但是不会胖，就是体重上涨跟胖是不一样的。镜子里呢永远看着特别的精神。那时候轻而易举的在赛季我就可以把体重控制到108斤以下，非赛季的时候大概就是110斤，几乎没有超过112斤。但是现在刚刚过了5年，我39岁，大概从去年初，就是我生命的第38年开始，就感觉身体有点发黏，就嘴比以前馋了，饭量比以前小了，肉长得比以前多了。这是人自然规律，再加上随着年龄增长，可能想的东西也不一样了，而且是你年龄大了以后，你一旦落下，
不管是体重的、训练的、状态的，还是成绩的，你想再往回追会越来越难。所以他们没有拿到前几名，没有拿到奖牌是很正常的。从波士顿马拉松，基普乔格就可以看到在走下坡路，因为他的那个情况就是他太严格了。越是这样的人呢，就可能下坡路走的会比较快。这就像我们上学的时候，总有好学生是通过刻苦和努力总能考得很不错，成绩很不错，但是突然一到某一天，可能觉得光靠努力不够了，或者说脑子不够使了，或者说突然有点跟不上了，有的时候就会一泻千里。这都是身边的例子，对吧？正常。所以我老说马拉松这事儿，至于普通人也是。我说只争朝夕，不是说每天都要活得特别的艰难训练起来，而是说，你像比方说大河原先生到60岁还在跑比赛，他这对他来说也叫只争朝夕。我跟大家传递的我的那个只争朝夕是什么呢？是你如果要想跑成绩，普通人的运动生涯里没有几年，因为你不像人家从小就练，20出头就有成绩了，对吧？像咱们说句不好听的，能跑下马拉松来，那已经是30岁之后的事儿了。我真心的跟大家讲，您可以看到很多跑者过了40，过了50，还特别的活跃在赛场上，但是累不累、难不难，自己心里知道。我现在就特别明显的感觉，就快到40岁，就觉得，在训练上，在恢复上，会感觉走下坡路。你只要一感觉走下坡路，人家感觉就是很微妙的，对不对？感觉真的是很微妙一东西。就像那年贝克勒在柏林创造了世界第2好成绩，30多公里他被落下那么多，但是现在你再想，那个时候那感觉跟现在这感觉一样吗？肯定是不一样的。这不能说是谁能预知未来，而是说谁也躲不过去这个坎儿。那这次日本的运动员们表现的都就成绩都挺不错的。男子那位叫什么？赤崎小，对吗？那小孩自己 PB 了将近2分钟。在这赛道上，确实是，就是你不管是跑出了自己更好的、最好的成绩，还是让别人看到了你的努力，还是老将依然不老，就不管是连续3届想冲击3连冠的吉普乔格，还是你看我刚跑过大阪马拉松的终点，还是当时刚冲过这个终点达标奥运会的会长那一声怒吼，还有像这次这个这位日本这位运动员自己 PB 1分多钟。因为马拉松是一个全球化的运动，我其实不太在乎运动员是属于哪儿，我只是看到每个人付出的那些东西。这个只有艰苦跑过比赛的人，我觉得才能深刻的理解。就像昨天下午，我跟家属俩人在家看女子的最后的冲刺，还有3公里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第1是谁，第2是谁，下边的走势会是什么样的？”最后跟我说的一模一样，就是你看运动员的一个表情、一个动作、一个状态，你就有那种设身处地的感觉。你村上先生的书，我们翻译过来叫“当我在跑步时，当跑步时我在想什么”，可能不严丝合缝的准确啊，但是它就是这么回事儿。
跑多了以后，你就有更多的感同身受。不管是顶尖运动员的206，还是差不多运动员的21几，还是我这样特菜的24几，就是你只要是跑完马拉松，最后都差不多的。所以现在我看马拉松比赛，看的更多的是运动员的内心思想。有时候看到这儿呢，有时候会开心，有的时候也会很难过。尤其是奥运这种比赛，它是个名次游戏，它甚至不是前8名拿奖金，对吧？你看着最后的20秒，你看昨天对女子来说是20秒，是差不多100米，对男子可能16秒、17秒是100米。你看这100米前面的人，你追不上，那就是4年呀，对吧？像我的几次冲击240没成功，其实也一样。我只不过不是跟别人竞争名次，是跟时间赛跑。普通人跑马拉松不就是跟时间赛跑吗？像刚才跑大湾马拉松最后那一段路，我记得大概还有3公里的时候，我距离240还有几乎整整12分钟，也就是说都跑进4分就进了，好像差不多是这样，就可能是357、358的样子，我当时的印象。但是当时我一抬手表一看，实时配速是4分01，那我其实心里就知道不可能了，因为那时候的身体的感觉就是我用的力和我一开始跑3分40的时候是一样的，那怎么办呀？能再使劲吗？再使劲，可能实时配速能快一点，但是你能使几步呢？马拉松是个不会骗人的运动，你行怎么着都行，不行怎么着都不行。装备补给鞋对人有帮助吗？有帮助，但是还是我那句话，锦上添花。马拉松赛场上没有那么多的雪中送炭，不会你怎么着了一下就能变强。喝口水。期待他们都能越来越好吧。这个赛道真的是不容易，也不知道谁设计，就设计的时候不看看爬升吗？但是能跑出今年男女好像都破了奥运纪录，对吧？我也是万万没有想到的。这爬升都不像是马拉松比赛了，对不对？而且人就是这样，心理包袱越大，可能有的时候精神力量会越脆弱。你就想在过了15公里开始那么爬坡以后，你看着身边的小伙子们、年轻人冲出去了，看着人家还不太累，但是自己心里呢，就自己身体什么状态自己心里知道。有时候开赛前你看运动员站在起点那个表情，大概就能有感觉，自己觉得我怎么有点累了，完蛋，对不对？然后就开始问自己为什么，问不明白，然后觉得自己挺努力，是很努力，最后明白岁月不饶人，人就是这样，从还什么都不懂，抓不住，不想抓，觉得我什么都有未来，然后到有一天觉得好些东西都是伸手就能拿到，因为年轻，因为有精力，或者因为运气，或者因为赶上一个好的时代，然后紧接着突然发现没有原来那么容易了，再后来发现什么东西都差一步，然后回头一看啊，自己走过了10年、15年的自己认为很辉煌的时间，那就开始认命了，对不对？我现在在一个交界点上，对，我报了
琵琶湖马拉松。琵琶湖马拉松是明年3月的第1个周末，也就是说，如果东京也报名抽签并且中了的话，那就是大阪、东京、琵琶湖连着3个周末。为什么报琵琶湖？就是因为我觉得东京应该中不了，几率太低了。琵琶湖那个是先到先得，大河原先让他们去，我也想说多去点没去过的，是不是？这回头再跟大家细聊吧。今天说了不少，咱们训练后见。看日出的太阳，又是一天。你们看这位先生眼熟吗？前2天在南京的机场，对吗？哦，不过你好眼力啊！哈哈哈哈哈！在南京的机场跟大河原先生合影了，夫人和小朋友啊，不带小朋友了。那个我是。8月12号星期一清晨6点59，训练结束。今天第1个训练日，看看啊，跑了25公里，平均配速5分01。我这没有第3只手，就不看心率了，可能130多140。今天就一直在匀速跑。今天碰到咱们频道的观众，已经是第2次见面，就是那次我发那些照片，说大河原先生在南京的机场被认出来合影。带着夫人带着孩子来玩，今天就回去了啊，都一路都平安。然后刚才放下相机跑了一圈之后，在那喝水，又有一位小伙伴来打招呼，比我年长的一位大哥，是从桃园来的，然后说昨天就看见我了，但是没叫我。昨天我休息日就随便跑了一圈，大概在一起跑了5公里，聊聊天。他说他没有抽中台北马拉松，说有很多朋友也要去，看看我能不能成行。有时候世界就是这样，世界很大，世界又很小。今天可能在这儿训练，明天又在那儿去跑马拉松，有时候真的是挺奇妙的，也不知道会让他们什么时候回国，对吧？这种你说从中国飞那么远，飞到欧洲，然后那么长的时差，将近10个小时的时差，然后去参加一场比赛，我觉得人类还是挺厉害的，朝发就夕至了，多远呢，对不对？刚才碰见那位朋友也是今天晚上就回去了，但是这边其实凉快下来了，慢慢的可以趁着暑假的结尾来玩一玩，还是挺不错的。行，那就这么着。今天跟大家聊聊这个话题。这话题其实聊之前，我觉得挺沉重的。我老觉得，英雄是老去了，但是我们还是要只争朝夕。毕竟马拉松对于我们普通爱好者来说，只是生活的一部分，或者说，都不算是很大的一部分。我们就是一天一天的训练，一场一场的比赛，一次一次的聚会，和每天在跑道上、公园上、马路上和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一声加油或者一声问好，就组成了马拉松生涯的全部。年轻的小伙伴们努力练，如果想要成绩的话，到我这样或者比我再年长的小伙伴们呢，就是跑得开心、快乐、幸福，对吧？我也期待等我再有10多年，能20多年，抱歉，能跑到大河原先生那样，我就特别的满足了。好吗？那这么着，最后还是祝大家能努力生活、健康、平安。那天的直播，感谢大家的陪伴，咱们明天再见。